俄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号现在去哪儿了？如果要给全世界的航母排个名，库兹涅佐夫号一定是最差的，也是最丢人的那艘。作为俄罗斯唯一一艘在役航母，不但全程缺席近4年的俄乌战争，还被自家海军修成了一坨废铁，现在更是摆烂，面临被拆解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明知道修不好这堆废铁，也不肯去造一艘新航母？这艘曾经号称单挑美军航母的巨兽，当年的战力究竟是吹出来的，还是真有2把刷子？库兹涅佐夫号现在又到底在哪儿？说到库兹涅佐夫号，最经典的问题莫过于，既然这家伙都已经废了，俄海军为什么不干脆重新造一艘新的？毕竟俄罗斯可是继承了苏联大半家底。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尴尬，那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在造航母这件事上没钱、没技术、没人。首先是钱的问题，梅德韦杰夫总说俄罗斯不需要航母，只需要击沉航母。实际上这小子心里很清楚，不是俄罗斯不想要航母，而是如果克宫真咬牙再造新航母，那么在敌方的航母被击沉前，俄经济就要先被击沉了。造航母是个吞金兽的活，开战前的俄罗斯钱包还算充实，想造新航母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却是个要命的问题。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的军费全砸在了前线的坦克、炮弹和抚恤金上，甚至为了维持战线，普京接连开展折价卖石油、卖黄金、加税等酬宾活动，维持现有的核潜艇部队已经是俄海军最后的倔强。至于航母，能造几艘护卫舰撑撑门面就不错了。其次是技术，这才是最让俄罗斯人绝望的地方。苏联解体后，庞大而精密的造船工业体系被硬生生撕裂了，单说造航母最核心的黑海造船厂都被留在了乌克兰，至于配套的动力系统、电子设备厂家散落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手里虽然有设计图纸，但除了用来烧火取暖，没有任何用处。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库兹涅佐夫号都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手里抢过来的。1991年，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加入了俄罗斯北方舰队，但此时的航母并没有彻底完成相关的试航，再加上苏联又处于崩溃的边缘，俄罗斯浑水摸鱼，直接从乌克兰手里把库兹涅佐夫号摸了过来。但他似乎忘了把乌克兰的造船厂也摸过来，于是现在的俄罗斯造船厂连维修库兹涅佐夫号都费劲，动不动就发生船坞沉没、甲板起火的低级事故。指望他们去造一艘全新的现代化航母，估计俄罗斯人自己都忍不住想象。最后一个原因是人，苏联时代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老技工基本都退休了，新一代的技术人员根本没有修航母的能力和经验，这也是库兹涅佐夫号维修事故频繁的原因。比如2018年的 PD-50 浮船坞沉没事件，2019年动力舱火灾事件，2022年航母电路老化再度起火。8年时间，库兹涅佐夫号有 20% 的时间都在抢修中度过，这还是明面上的。按照俄罗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宣传习惯，暗地里的事故只会更多，而事故的背后暴露的是管理混乱、技术生疏。现在的库兹涅佐夫号还趴在摩尔曼斯克的第35修船厂里，它未来也有机会出海，不过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因为根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的消息，航母所有维修和改造工作已经暂停，后面将被封存，舰上所有可用的重要设备和机械将被拆除。至于其他舰艇，就火力军看来，以俄罗斯船工的维修水平，将库兹涅佐夫号的设备拆解用于其他舰艇，结果也不过是散矢满天星，俱是一坨翔。不过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工作虽然烂得吓人，但作为全世界第一款同时具备斜直2段式飞行甲板和滑跃式起飞甲板设计的航空母舰，它的直面实力其实还算过得去。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很落魄，但在当年它的战地设计还是相当有想法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开创了世界先河。首先，这家伙不是一艘纯粹的航母，苏联人给它的定位是重型载机巡洋舰，这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土耳其海峡的公约限制，更是因为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已称得上强悍。其满载排水量59100吨，飞行甲板面积为14700平方米，可搭载的舰载机数量通常为30架，最多50架。斜直2段式飞行甲板和滑跃式起飞甲板，让它既能起降固定翼战机，又不需要复杂的弹射器。虽然牺牲了舰载机的起飞重量和出动效率，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是苏联能拿出的最优解了。除了舰载机，它的自卫火力同样值得一提。在飞行甲板下面，苏联直接装上了12枚 P700 花岗岩反舰导弹，这玩意儿射程55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俄军一度吹嘘1枚导弹就能重创同级别航母，再加上近200枚各型防空导弹，这艘船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导弹库。这足以看出苏联人的思路很直接，就算飞机飞不起来，我也能用导弹跟你同归于尽。动力方面，采用涡轮和柴油发动机混合动力，
功率达41000匹马力，最高速度为29节。最后是船员方面，巅峰时期航母共载员1960人，626名飞行组员。对于一个航母而言，这样的配置还算不错。实战上，库兹涅佐夫号也略有建树。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其首次投入实战，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一口气出动超400架次舰载战斗机，击中1200多个目标，很是威风。不过威风也是一时的，库兹涅佐夫号后面突然大丢起点，至于丢了什么点，火力军后面会再做解答。总的来说，这是俄海军首次展示远洋作战能力，当然这是首次，也变成了最后一次。当时的库兹涅佐夫号具备强大的对海、对空、反潜武装能力，即使扣除舰载机，或者在没有军舰护航的情况下，仍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这种模式相比于美国庞大的航母编队，规模更小，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更适合于中近海的空中火力支援，且符合俄罗斯彼时紧缩的经济状况。那么，如果我们将库兹涅佐夫号绘图转生，让其与美军尼米兹号对轰，谁又能笑到最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美军只有2个敌人，一个是外星人，一个是美军自己。实际上，库兹涅佐夫号面对尼米兹级航母，也跟碰到外星人无异。尼米兹级是核动力，理论上拥有无限续航能力，不仅能以30节以上的速度狂奔几个月，而且干干净净，无影无踪。库兹涅佐夫号使用的是旧的重油锅炉，这台锅炉就像个肺癌晚期患者，一旦加速，黑烟能升到几千米高，那是锅炉燃烧不充分的标志。瞭望员不需要雷达，光看黑烟就能找到它的坐标。另外，为了满足续航，库兹涅佐夫号还往往要带着一个油轮当保姆，跑过几千海里就得停下来加油。对比尼米兹级的战时生存能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而这种生存性和续航力的差距，决定了在远洋格斗中，库兹涅佐夫号还没见到敌人，可能就已经成为活靶子。弹射系统方面，库兹涅佐夫号与尼米兹级航母的火力投送能力差了整整10倍以上。尼米兹级拥有4条蒸汽弹射器，现在的福特号、肯尼迪号甚至开始电磁弹射，可以轻松弹射满载 FA-18 超级大黄蜂或者 F-35C， 甚至是几十吨重的预警机，日出动架次可以达到160架次以上。库兹涅佐夫号靠滑跃式起飞，这意味着战机能不能飞全靠自身动力。俄军为了能让苏33重型战机顺利起飞，只能去除载油量和载弹量，这又导致其作战半径和攻击力大打折扣。很多时候，搭载的苏33就像是一只没牙的老虎，只能挂2副空对空导弹上去晃一圈。其实只靠滑翔也就罢了，偏偏库兹涅佐夫号的发射故障率也高得离谱。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叙利亚任务，由于航母的阻拦索断裂，直接导致一架苏33和一架米格 29K 降落失败，并坠入地中海。俄海军的脸也算是跟着坠入地中海了。另外，航母的大脑预警机方面，尼米兹级航母上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可以提前几百公里发现敌机，然后迅速组织立体防御。库兹涅佐夫号因为没有弹射器，根本飞不起固定翼预警机，只能靠卡31预警直升机凑合，就像是用老花镜去对抗电子望远镜。进行完数据对比，如果再进行实战推演，库兹涅佐夫号的境遇就更尴尬了。美军航母背后拥有极其成熟的航母打击群体系，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负责防空，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负责反潜，还有攻击核潜艇负责水下扫荡。而库兹涅佐夫号长期处于裸奔状态，加上俄罗斯现在的护航舰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难凑齐一支像样的编队。一旦开战，它大概率只能是一艘孤独的靶船。就火力军看来，现在的俄海军大概不会再有这种库兹涅佐夫号被美军航母团团包围的噩梦了，因为这艘航母都已经彻底完了。在俄罗斯海军历史上，库兹涅佐夫号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俄海军的骄傲，也是俄海军的耻辱。到了最后，则成为了俄海军的遗憾，因为失去航母，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海洋竞争中失去了入场券。梅德韦杰夫所谓俄罗斯只需要击沉航母，最多也只能骗骗自己。库兹涅佐夫号狂修8年，修到后面甚至摆烂，直接拆卸，折射出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工业、经济、技术全方位衰退的缩影。他曾经承载着苏联红海军的雄心壮志，想要在远洋之上与美国一争高下，但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再宏伟的蓝图最终也只能变成一堆生锈的废铁。现在的库兹涅佐夫号与其说是一件武器，不如说是一个象征。俄罗斯不愿放弃大国，却又无力支撑大国门面的尴尬象征。他躺在船坞里修修补补又8年，每一次起火冒烟都在消耗着俄罗斯仅存的一点海军尊严。现在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了5常中唯一一个没有航母的国家，俄罗斯海军也彻底放弃了与美国争夺远洋制海权。据说他们正在加快转型速度，打算用更多较小的舰船取代大型舰船，并为其配备先进远程导弹，使其由原本重要的全球力量转化为一支新的区域型海上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以近海防御为目标的区域型海军。至于那些宏伟的航母构想，风暴级、海牛级，现在只能躺在莫斯科防务展的玻璃柜里，成为一张永远不能实现的 PPT。对此，火力军的观点一直没有变。武器的强大不仅仅在于钢铁，更依赖于它的国力和科技。当一个国家的造船厂里连最基础的电焊工都配不齐的时候，再伟大的航母梦也真的只是一个梦而已。当梦醒时刻，俄海军就将迎来真正的噩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海军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或者说还有出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